你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问过自己，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一辈子顺风顺水，而我拼了老命，流尽了汗水，却还是活得这么累？难道这真的只是一句运气不好或八字太轻就能解释的吗？人到了中年以后，看多了身边的生老病死，起起落落，心里一定会有很多解不开的结。我们拼命为家庭付出，却常常换来家人的埋怨。我们努力半生，身体却成了一个每天都在吃药的药罐子。很多阿桑和长辈常常叹气，觉得这辈子是不是来还债的？其实，你心里的这种委屈和无力感，我都懂。当你看不到命运背后的底层逻辑时，那种不知道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的煎熬，才是最折磨人的。所以今天的内容，我绝对不跟你讲虚无缥缈的迷信，而是要为你揭开生命最深层的因果与轮回真相。看完这支影片，你不仅能彻底明白你这辈子的苦是怎么来的，我还会教给你3味心药，教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化解恶缘。只要你听懂了，你马上就能把命运的方向盘重新抢回自己手里。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请把心静下来，在心里默默问自己，你觉得这辈子是你第一次来做人吗？还是你已经在这个世间兜兜转转，走了很多趟？答案其实早就写在你的命盘、身体，甚至每一次起心动念里。社会上流行2种观点，第一种是一次生死论，人死如灯灭，死后一了百了，所以趁活着拼命享受，做违背良心的事也无所谓。第二种是多次生死论，人死只是换了躯壳，灵魂不灭，这辈子结的缘，欠的债，下辈子通通要还。你相信哪一个？如果坚定相信前者，那你可能听不进接下来的话，但如果你愿意在心里打开一点缝隙，思考第二种可能，我保证整个世界在你眼前将会完全不同。朋友们，佛法看人生，看的是因果。你今天受的苦，是因为过去起了贪念或嗔恨吗？每一个果背后必有其因。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因果业报链，这辈子受的苦可能是上辈子欠的债，享的福可能是上辈子积的德。这绝对不是迷信，而是宇宙间最根本的因果铁律。老一辈的人常觉得家里不顺是媳妇带衰，但佛法告诉我们，一家人能凑在一起，全是共业所感，没有谁带衰谁。这都是过去生结下的善恶缘分决定的。但如果我们再往深想，为什么你的神识会选择投胎到这个家庭？我跟各位讲，父母其实是我们自己选的。投胎前，我们的神识带着一张业力蓝图，规划了你这辈子要修的功课，还的债和经历的磨难。为了完成这些功课，你必须选择这对特定的父母，哪怕他们不完美、很穷或脾气很坏，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你才能完成你的修炼。所以朋友们，不要再抱怨出身，也别怪父母把你生成这样，那是你为了成就自己特意挑选的考场。既然这一切都是自己选的，那谁才是生命真正的主人？很多人一遇到事情就求老天爷保佑，但诸佛菩萨虽然慈悲，却不会帮你违背因果。道德经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地是最公正的裁判，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说到底，生命真正的主人只有你自己。佛教讲人人皆可成佛，道家说我命由我不由天，都在说同一个道理。我们要学会自主，为自己的生命负起100%的责任。既然我们刚刚说了，生命是我们自己做主的考场，
那我们要先弄清楚一件事，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的我？很多人信教信得糊里糊涂，整天磕头烧香求发财、求健康，生了病不反省起心动念，以为花钱做个法会就能消业障，这不叫信仰，这是跟神明做生意的迷信。真正的信仰不是向外求神，而是向内找回你自己，弄明白我是谁。请大家把接下来这句话记在心里，我是这个人，但这个人不是我。你这辈子的名字只是个代号，现在的肉身也只是神使在这一世暂住的旅馆，是我们用来在娑婆世界修行的工具。真正的我是住在身体里面那个不生不灭的灵性。可惜现在的社会太物欲，太喧嚣，我们的觉性早就被肉体给绑架了。大家为了这个皮囊花大钱折腾。这就像你去住旅馆，觉得地毯脏了，不去换房间，反而自己掏大把钞票帮旅馆重新装潢。我们在替一个暂时的居所拼命装修，却忘了照顾永久的主人。灵性本来是要指挥肉体来完成功课的，结果现在喧宾夺主，肉体说要吃好吃的，你就大吃大喝造下杀业；肉体说要舒服，你就懒散荒废光阴。当你内心感到挣扎痛苦时，其实就是良知在跟肉体打架。肉身只是暂时的皮囊，但大脑的妄想看到肉体诱惑太大，它就叛变了，跟肉体联手，一起来蒙蔽我们的觉性。这就是为什么物质越丰富，我们反而越迷茫。我们只相信肉眼看得到的东西，把因果、报应和良心通通当成笑话。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佛性发出的声音，它是佛菩萨留在我们心里的一盏明灯。可是现在，这盏明灯被欲望的灰尘给彻底遮蔽了。朋友们，你试过吗？在夜深人静，也就是老一辈说的子时，关掉电视和手机，把灯光调暗，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着。这时候，你能不能听到心里那个微弱的声音？它可能会提醒你，今天那件事你做过分了，或者那笔不义之财你不该拿。这就是良心的声音。可惜现在的都市人，这个时候都在滑手机、追剧、吃宵夜，那声音还没发出来，就被外在的噪音淹没了。现在流行说要对自己有信心，但当你过度相信人定胜天时，就容易狂妄。一旦狂妄，业力就会现前，让你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信心是敬畏因果，凭良心做事。真正的自由也不是想干嘛就干嘛的放纵，而是孔老夫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在良心之内的自由。这辈子如果不修，下辈子会去哪？老实说，再做人的机会并不高，因为做人诱惑太多，大部分人带着一身业债，死后直接往下掉，反而是你家忠心耿耿的狗，没做坏事，下辈子更容易投胎做人。所以别看不起身边看似笨笨的人，而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若不修心，下辈子可能连狗都不如。人一出生所面临的差别都不是偶然，全都是因果的延续。我们要承认，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什么叫完人？就是把你这辈子的功课做完，不再轮回了，那才叫成佛。只要还在红尘打滚，就肯定有毛病。既然大家都有病，就不要互相嫌弃，要互相包容。你包容别人的缺点，其实就是在包容自己的业障。我们刚刚讲到，生命是我们自己选的考场，那么人生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我看过太多人的生老病死，我告诉各位，不管你是古代的秦始皇，还是路边的乞丐，人生的最后结局都只有4个字：不了了之。没有人能把所有事情做完才走，只要你还有一口气，
就还有烦恼牵挂，两腿一蹬，通通都要放下。有人就说，老师，这样讲太消极了吧？既然最后都是一场空，我们还奋斗干什么？不一样的，朋友们，虽然都是不了了之，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第一种叫睁着眼睛不了了之，也就是死不瞑目。这种人临死时心里充满恐惧、遗憾和怨恨，想着钱没花完，仇没报，死不甘心。但黑白无常是不讲情面的，时间一到直接带走。那种四大分离的痛苦，佛教形容叫生龟脱壳，比活拔龟壳还惨。第二种叫闭着眼睛不了了之，也就是心安理得。俗话说的死得好，这种人临走时心里是坦然平静的。他回顾一生，虽有遗憾，但大体对得起良心与天地。他能微笑着跟世界说再见，像睡着一样安详离开。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在运作？有人说，人死了以后要到阎罗王面前受审判，但我告诉各位，宇宙间真正的审判比那更直接，而且完全是由你自己的业力自动化运作的。这个机制我们叫做人生倒带。许多大乘经典的开示与高僧大德的见证都证实，当呼吸停止，神识脱离躯壳的那一瞬间，你这一生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会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快速闪过。但最可怕的是，这不仅是看画面，而是身历其境，毫发不差的业力重现。什么意思呢？比如36岁那年，你因为纠纷愤怒地揍了人家一拳，那时候你觉得很威风，出了一口恶气。但是当你临终倒带时，你感受到的绝不会是当时的威风，而是完完全全加倍地感受到被你打的那个人，他的肉体剧痛，心里的恐惧以及承受的羞辱。那种痛苦会像业火焚身一样直接穿过你的神识。又或者45岁那年，你为了升官发财在背后造谣中伤同事，临终时你会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他被重伤后的委屈、绝望，甚至家人因此受到的牵连与痛苦。各位要听清楚，这个审判官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的良心。而且这里面有个最铁面无私的定律，叫做功过不相抵。很多人以为礼拜一到礼拜六做坏事赚黑心钱，初一十五去庙里布施捐点钱，就可以把罪过抵消了。我告诉你，天底下没那么便宜的事，天道好还，账是分开算的。做了一件好事会有善报的快乐，做了一件坏事就必须承担恶报的痛苦。这两条是平行的线，谁也抵消不了谁。为什么有的人死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因为他一回顾一生，发现全是亏心事和欠下的冤亲债主。那种恐惧是从灵魂深处发出来的，连神识都在发抖。所以我长辈曾告诫我，少去从事那些随意评判、决定他人命运的行业。万一冤枉了人，晚年只要心里有一点点亏欠，一个念头就足以让你整晚睡不着觉，心里不安，晚年就是地狱。既然这辈子这么难修，我们该怎么办？佛陀教我们要学会放下。很多朋友抱怨，当年他骗我钱，毁我家庭，怎么可能原谅？佛陀开示说，紧抓着委屈和怨恨不放，就像光着手死死握着一块烧得滚烫的红木炭，一心想着要把它砸向仇人。可是你想想看，在找到机会丢出去之前，手掌被烧得血肉模糊，痛不欲生的永远是我们自己啊！别人10年前骂你一句，你记到现在，每天背着这些心里的垃圾，累不累啊？你要记住，放下不是原谅别人，
是放过你自己。当然，放下绝不是年轻人说的躺平，放下是心里不执着，但行为照样努力。你该做的事认真做，该尽的责任努力尽，只是做完后心里不留痕迹，就像一面镜子，人来了就照，人走了什么也不留。古人讲，事来则应，事去不留。你这样活着才不会累，这才是真正的高人境界。我们刚刚讲了要放下，要放过自己。我知道很多朋友心里还是有很多的结打不开。大家最常问我的问题就是，老师，因果报应听起来好可怕，如果我这辈子遇到了怎么都躲不掉的恶缘，难道就只能认命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今天特别挑选了4个在佛门里面非常经典，也最能改变我们凡夫命运的公案故事。这4个故事就像是4把钥匙，专门用来解开我们中老年人生活里最痛苦的4个死结。大家一定要用心听。第一个故事，我们来聊聊大家最头痛的亲子与婆媳的债。我们社会上很多做父母的一辈子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所有的钱都拿去栽培小孩，甚至帮小孩买车买房。结果呢，小孩不但不感恩，还成天惹是生非，甚至把家里的财产败得精光。对父母讲话也是大呼小叫，很多老人家在夜里偷偷掉眼泪，想不通自己到底造了什么孽。佛经里有这样一个记载，从前有一个富商，家财万贯，他什么都不缺，就是生了一个败家子。这个儿子从小就挥金如土，脾气暴躁，每天结交坏朋友，把富商气得半死。富商用尽了各种打骂、教育的方法，通通没有用。眼看着家产就要被败光了，富商绝望之下，跑到寺庙里去求见一位开悟的高僧。富商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问老和尚：师父啊，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恶事，为什么老天爷要派这个讨债鬼来折磨我？老和尚看着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阿弥陀佛，你说对了，他真的是来讨债的。接着，老和尚用神通让他看到了前世的因果。原来在上一辈子，富商也是一个生意人，他当时有一个合伙人，2个人一起赚了很大一笔钱。可是富商起了贪念，在一次外出经商的时候，故意把合伙人丢在荒郊野外，独吞了所有的财产。那个合伙人最后在饥寒交迫中带着极大的怨恨死去了。老和尚对富商说，那个被你害死的合伙人这辈子就投胎来做你的儿子，他不是来给你养老送终的，他是来把上一辈子你欠他的钱连本带利讨回去的。等他把那笔钱败光了，你们的缘分也就尽了。富商听完，吓得浑身发抖，冷汗直流。他问师父，那难道我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败家吗？我有没有办法补救？老和尚告诉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转业心法，从今天起，你不要再把他当成你的儿子去怨恨，去打骂。你每一次给他钱，每一次为他收拾烂摊子，你心里都要默默地念一句，这是我过去欠你的，我现在欢欢喜喜地还给你，愿我们之间的恶缘就此化解。同时，你要开始广行善事，把功德回向给他。你的心念一转，你们之间的业力磁场就会开始改变。富商回去之后，真的照做了，奇迹发生了。当富商不再带着愤怒和不甘心去面对儿子的时候，那个败家子反而觉得奇怪了。渐渐的，富商身上那股慈悲和忏悔的力量，无形中化解了儿子灵魂深处的怨气。几年之后，那个儿子竟然奇迹般的浪子回头，开始孝顺父母，帮忙打理家业了。
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往往就是我们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你如果一直觉得我是长辈，你是晚辈，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那你就会痛苦万分。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是还债，心甘情愿地去包容、去偿还，同时用佛法的智慧去引导，那个债总有一天会还清。还清了，恶缘就转成善缘了。第二个故事，我们来聊聊大家最容易犯的毛病——情绪与脾气。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经历的事情多了，脾气有时候就不太好。在菜市场买菜，为了几块钱跟阿桑吵架；在客厅里看电视，为了媳妇一句无心的话，气得整晚睡不着觉。我们常说气死燕无伤，这种嗔恨心其实就是在折磨我们自己。日本古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武士，剑术高超，但脾气非常暴躁。有一天，他听说山上有一位得道的老禅师，他就跑去问老禅师：“师父，这世间真的有天堂和地狱吗？如果有的话，在哪里？你指给我看。”老禅师正在打坐，微微睁开眼睛，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武士，然后冷冷地说：“你算什么东西？就凭你这副粗俗野蛮的长相，也配问我天堂和地狱在哪里？你给我滚出去！”这个武士在社会上地位很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羞辱他。他一听，气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唰的一声拔出腰间的武士刀，大吼一声：“你这个无礼的老和尚，我今天就杀了你！”就在武士的刀快要砍到老禅师头上的那一瞬间，老禅师面不改色，平静地说了一句：“你看，地狱之门现在打开了。”武士愣住了，刀停在半空中，他看着自己因为愤怒而扭曲的双手，感受到自己心跳加速，浑身发抖的那种痛苦。他突然恍然大悟，原来当自己的内心充满了仇恨，想要杀人的时候，那个当下自己就已经身处在痛苦煎熬的地狱里了。武士感到非常惭愧，他立刻把刀收了起来，扑通一声跪在老禅师面前，深深地磕了一个头，流着眼泪说：“师父，我错了，多谢您的教诲。”这时候，老禅师微微一笑，轻轻地扶起他，说：“你看，天堂之门现在打开了。”各位朋友，这个故事是不是很震撼？天堂和地狱根本不在死后的世界，它就在我们每一天的一念之间。当你在家里因为一点小事对着另一半大吼大叫，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你们家的客厅就是地狱。但是如果你能深呼吸一口气，把那句伤人的话咽下去，用一个微笑，一句包容的话去化解，那个当下你们家就是极乐世界。所以千万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或者外在的环境来决定你要住在天堂还是地狱。掌控这把钥匙的永远是你自己的这颗心。第三个故事，我们来聊聊很多人最害怕的命运无常与生老病死。很多朋友到了50岁、60岁以后，身体开始出现毛病，或者身边的老朋友突然就走了，大家心里就会有一种恐惧。老师，我们的寿命和福报是不是早就注定好了？如果我命中注定有一劫，我还能逃得掉吗？这就牵涉到佛教里讲的定业和转业。我来讲一个沙弥就已延寿的真实公案。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位证得阿罗汉果位的老和尚，他有一位10几岁的小徒弟，叫做小沙弥。有一天，老和尚在入定的时候，观察到这个小沙弥的寿命只剩下7天了，7天之后就会阳寿尽而往生。老和尚心生慈悲，不忍心这个孩子死在异乡，
就把小沙弥叫过来，对他说：孩子，你出家也很久了，你现在收拾一下行李，回家去探望一下你的父母吧。记住，过了第8天早上你再回来。老和尚心里想，这孩子是回不来了，就让他跟父母见最后一面吧。小沙弥高高兴兴地背着包袱下山了。结果到了第8天的早晨，小沙弥竟然活蹦乱跳地回到了寺庙，而且满面红光，精神饱满。老和尚吓了一跳，以为自己看错了，赶紧再次入定去观察小沙弥的因果。这才发现小沙弥的寿命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延长了几十年，福报变得非常深厚。老和尚就把小沙弥叫过来问：孩子，你回家的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小沙弥歪着头想了想，说：没有啊。师父，对了，我在经过一条小河的时候，看到河水暴涨，有一根枯树枝飘在水上，上面密密麻麻爬满了成千上万只的蚂蚁，眼看着树枝就要被卷进漩涡里了。那些蚂蚁都在拼命地挣扎，我心里觉得它们好可怜，就赶紧脱下鞋子走进水里，把那根树枝捞了上来，放在安全的草地上。就只有这样而已啊。老和尚听完，双手合十，赞叹地说：善哉善哉，一念大悲心能转定业报。朋友们，这就是佛法里最不可思议的力量。很多人以为去找算命老师，算命老师说你什么时候会生病，什么时候会破财，那就是铁板钉钉的事了。其实不是的，命运只是我们过去世造作的业力所形成的一个大纲。但是你今天、现在、当下所起的每一个善念，所做的每一件善事，都在往你的福报存折里面存钱。你不要以为一定要捐几百万给寺庙才算有功德。像这个小沙弥，他只是一个穷苦的小和尚，他哪有钱？但是他那份不忍心众生受苦的慈悲心，那种拼了命去救蚂蚁的善念，这份功德大到足以改变他生死簿上的寿命。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生病了，或者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千万不要怨天尤人，赶快从现在开始发大愿，行大善，对邻居多一个微笑，在路上帮忙捡起一块会绊倒人的石头，甚至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别人平安。这些微小的善念累积起来，就能帮你逢凶化吉，改变你晚年的命运。第4个故事，我们要来破除一个最大的迷思，那就是修行到底难不难？很多阿桑跟我说，老师啊，我字都认识没几个，佛经那么长，那么深奥，我根本背不起来，我也没有时间每天去道场打坐，我还要带孙子，还要煮饭，那我这样是不是就不能修行了？是不是就成不了佛了？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你一定要听听佛陀身边最笨的一个弟子的故事。这个弟子叫做周利盘陀伽，他到底有多笨呢？他笨到连一句只有4个字的干的语教了他好几个月，他今天背起来，明天就忘记，其他的师兄弟都嘲笑他，甚至连他的亲生哥哥都觉得他太丢脸了，要把他赶出僧团。周利盘陀伽非常伤心，一个人在寺庙的角落里偷偷地哭泣。这时候，慈悲的佛陀走了过来，问他为什么哭。了解情况后，佛陀没有教他高深的佛法，也没有教他去背经书，佛陀只是递给他一把扫把，温柔地对他说：你从今天起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背，你每天就拿着这把扫把在寺庙里扫地，你只要一边扫一边在心里念4个字：拂尘除垢，扫掉灰尘，去除污垢。就这样做，其他的交给我，
周利盘陀伽虽然笨，但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老实听话。他拿着那把扫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扫地，一边扫一边念浮尘除垢，浮尘除垢。刚开始他只是在扫地上的灰尘，可是扫着扫着，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当他看着地上被扫得干干净净的石板时，他的心里突然像闪电一样亮了起来。他突然明白，佛陀让我扫的不是地上的灰尘，而是我心里的灰尘啊！我们心里的贪念、嗔恨、愚痴，不就是遮蔽我们本性的灰尘和污垢吗？就在那一瞬间，这个全僧团最笨，连一个字都背不起来的周利盘陀伽，他的心眼彻底打开了。他当下就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拥有了大智慧和大神通。后来他还成为了佛陀派去为国王和大臣们讲经说法的高僧。各位朋友，这个故事是我今天最想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修行真的不在于你懂多少大道理，不在于你能不能背下《金刚经》或《心经》，真正的修行就在你的厨房里，在你的客厅里，在你每天切菜、煮饭、拖地的生活当中。各位婆婆妈妈，当你在洗碗的时候，你不要心里抱怨，哎呀，怎么都是我在做，老伴都不帮忙，儿子吃完饭就跑。你一抱怨，这碗洗的就满是业障。你要学周利盘陀伽，你把那个洗碗巾当作是佛法的甘露水，你一边洗碗，一边在心里默默地念，把碗洗干净，把心里的烦恼洗干净，把地板拖干净，把心里的业障拖干净。你用这种清净心、欢喜心去整理你的家，你的家就不只是一栋房子，它就是你的清净道场。你在家里做家事，这份功德跟你去寺庙里拜佛是一模一样的。当大家明白了这4个故事的道理，你就会发现，因果业力虽然可怕，但它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只要我们懂得转念，懂得把讨债的心变成还债的心，把地狱的心变成天堂的心，把恐惧的心变成行善的心，把抱怨的心变成清净扫地的心，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朋友们，刚才这4个故事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缩影。不管是婆媳、脾气、健康还是修行，说到底都在我们的起心动念之间。那具体到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做？一听到修行这2个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是不是要我去出家？是不是要我每天吃素、敲木鱼、念经给佛祖听？错了。朋友们，宗教的仪式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修行不是向外去求，而是向内去修正自己。佛祖不需要你念经给非听，非是要你听得懂经文里的道理，然后落实在生活里。你每天在办公室里对同事多一点包容，在家里对伴侣少一点抱怨，对孩子多一点耐心，这就是实打实的修行，比你嘴上念1万遍经还有用。人生其实只做一件事，就是不断地改变自己，修正自己。请注意，是改变自己，不是去改变别人。你连自己都管不好，你还想管别人？除非别人自己想通了，否则你越管，他越叛逆。那具体怎么修？我今天送给各位3味心药，这3味药请你记在心里，每天服用。第一味药叫做静，安静的静。现在的社会太吵了，大家的心都像一锅煮开的粥一样翻滚不停。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微小行动，每天晚上睡觉前给自己10分钟的关机关心时间。不管是晚上11点，还是你准备入睡前，请你把手机拿开，关掉电视，把房间的灯光调暗，
就是安静地坐着或者躺着，什么都不做。这10分钟，你要去听听你心里的声音，静能生慧。只有当你静下来，心里那杯浑浊的水沉淀了，你才能看清湖底的真相，你才能重新连接上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叫做良心的明灯。第2味药叫做净，干净的净。我们不只要把身体洗干净，把家里打扫干净，更重要的是把心里打扫干净。你心里不要装那么多垃圾念头，不要装那么多怨恨、嫉妒、贪心，那些都是心灵的毒素。我给大家的第2个微小行动，睡前的心灵大扫除与真心忏悔。你每天晚上在刚刚那个静的10分钟里反省一下自己，我今天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有没有对谁起了恶念？如果有，就在心里默默地认错。真正的忏悔不是去庙里磕头，那是磕头虫。真正的忏悔是承认错误，并且下定决心后不再造。明天我一定改。你每天清理一点，慢慢的，你的觉性就会越来越清醒，你就不会再被身体的欲望牵着鼻子走。第3味药叫做敬，敬畏的敬。我们要敬畏天地，敬畏因果，也要敬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就牵涉到一个很扎心的问题了，人与人之间那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常常说，人这辈子来到世界上，归根结底就是在做2件事，一个是还债，一个是讨债。夫妻之间是债，父子之间是债，朋友之间也是债。那个骗你钱的人，那个在背后捅你一刀的人，可能就是你上辈子欠了他，他这辈子拿着讨债令来找你算账的。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灰心，老师，难道我们只能被动还债，逃不出冤冤相报的圈套吗？当然逃得出。修行好的人有本事转业，把恶缘转成善缘。怎么转？这是给大家的第3个微小行动。练习不接招，用善意化解恶缘。当债主上门刁难，别人骂你时，你不要记恨，反而要对他笑。他骂你，你当没听见；他打你，你躲开。这不是软弱，是大智慧。因为你不接招，业力的球就抛不回来。你包容他，甚至在他困难时帮一把，做到让他感动流泪。就在那一刻，债就了结了。你看社会上很多人，别人瞪一眼就瞪回去，骂一句要回10句，这叫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次结了仇，下辈子他还会变本加厉找你。累不累啊？所以老祖宗讲吃亏是福，这是看透因果的大智慧。愿意吃亏表示心量大，像大海，能承载更多福报。争赢了道理，却输了福报，有什么意思？这静3味药，每天按时服用，命运一定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朋友们，今天这堂课讲了因果、轮回与修心。常有人问，到底有没有极乐世界和天堂？我告诉各位，有，但它不在遥远的西方，就在你心里，在我们呼吸的每个当下。心若清净，充满喜悦慈悲，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心里若充满仇恨焦虑，当下就是在受地狱煎熬。你不需要等死后才去体会。整天算计，满心怨恨的人，住上亿豪宅也像在地狱受折磨。内心平静懂得感恩的人，哪怕只吃白饭配青菜，也像在天堂逍遥自在。这一切都是自己选的。你选择了一颗什么样的心，就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向外求的名利，关系总会消失改变。只有内心的觉悟、清明与安宁，才是你生生世世唯一能带走的无价之宝。所以，朋友们，不要害怕因果。
我们要用它来提醒自己，存好心，做好事。记住，你才是你生命唯一的主人，你要为你的快乐、你的痛苦负起全部的责任。不要再把责任推给父母，推给别人。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凭良心的人。你修好了你自己，你的世界自然就跟着好起来了。在影片的最后，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和我一起做一个小小的善举。如果你今天听懂了，心里觉得平静了，或者你心里有想要守护的家人，请你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一句为家人朋友祈福的话语。不要小看这一个动作，当几千几万个善念汇聚在留言区的时候，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充满慈悲的祥和道场。你的这一句祝福不仅会温暖下一个看到留言的陌生人，这份善的愿力最终也一定会回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相逢即是缘分。如果您觉得这些故事与道理能为您的生活带来一丝平静与启发，欢迎您轻轻点击订阅这个频道，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一起修心养性，在红尘中共同成长。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